趁着婆婆不在家，偷偷给她收拾屋的第5天。今天准备收拾这个炸裂的厨房，我要是不拍远景，只看这些近景，是不是还以为是一个没有人住的房子？到处都是已经发霉和坏了的东西，有的口袋一打开都是臭烘烘的，说它是一个垃圾堆一点都不为过。在北京3环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把房子做成这样也是挺可惜的。听粉丝姐说，之前都是她公公做饭收拾屋，自从她公公走了以后，阿姨就放飞自我了，这个家里面也不收拾也不做饭，每天不是出去吃就是点外卖，主要是吃完的外卖盒子啥的都不舍得丢，一直在家里放着，而且还啥都往家买，一天的快递也是10个8个的，各种衣服饰品小东西，长年累月的就把这个家给填满了。这一堆东西就留了这几盒化妆品，其他的全都扔了。我还挺好奇的问了粉丝姐一个问题，阿姨平时是在哪吃饭的呢？她也不可能天天出去吃啊，订外卖的时候在哪吃？客厅里那几个桌子茶几全都是满的，连沙发上堆的都是东西。这个厨房就更没地方了。粉丝姐说她就是看哪有空扒拉个地方就坐那吃了，吃完把盒子就往那一放，也不往外扔。从客厅和这个厨房里面扔出去的外卖盒子都老多了，这一堆几乎也是全都不能要了。这又是一堆外卖盒子。粉丝姐说她老公交代了，这个厨房出了一些新的锅具，那些吃的用的东西全都不要了。我看这有一包钉子，我给它收起来了，万一在收拾的过程中我能用得上呢，等最后我用不上的时候再给它往外丢。这些锅一看就是有年头了，这一堆也都是不要的，几乎都是一些吃的，还有2条蟑螂药呢，看来阿姨之前也想消灭它。昨天扔垃圾的时候，正好旁边阿姨又出来了，完了又说了几句话，我还特意嘱咐她，我说你别给阿姨说家里这么大规模的往外扔东西，要不然她该着急了。阿姨说你放心吧，我没讲，我俩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你在那好好看孙子，家里啥也不用管了，等你再回来的时候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多好。其实旁边那个阿姨挺热心的，她还告诉我用什么药灭蟑螂好使，就是好奇心比较重，每次我开门她都在进来看看这个屋收拾到哪了。这个角落堆着好多没扔的塑料口袋，还有外卖盒子，装了整整一个大垃圾袋。就有一个新的电压力锅，胆不知道哪去了，看起来还挺新的。这一堆乱七八糟的啥都有，吃的用的也没分类，应该就是随手放在这上面的。阿姨是1个月之前在这个家里摔的，有的一些新鲜水果啥都已经发霉了，这个萝卜都已经蔫巴成这样了，油是已经过期了。昨天走之前我把这个厨房里面拍了点药，今天就没有发现那些小强啥的，也有特别少了，就是个别几个吧。我前天是昨天看了一个广西那个 IP 地址的留言说，也就是北方的人害怕蟑螂吧，像我们已经习惯了跟蟑螂共处了，真是那么回事吗？我可知道四川那边的蟑螂可大了，能赶上这边的4、5个大小了。虽然厨房里这些东西都是不要的，可以直接扔，但是因为是偷偷的收拾，也不知道这个厨房里面有没有别的东西。像四川那个阿姨一样，在厨房里面都能翻出钱来，不管她有没有别的东西，翻一遍最起码心里就有数了。这些调料放在这都好多年没用过了，都已经过期好几年了。自从叔叔走了以后，阿姨就几乎都没做过饭，最多也就是煮个面条，偶尔包个饺子。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要了，包括这些小桌子啥的，还有这个空气炸锅，还有刚才那个电压力锅，都不要了。粉丝姐说这些东西他们单位经常发，等收拾完了，阿姨要的话她家有，到时候给她就行。调料瓶就直接给它倒空了再往外扔，这些玻璃瓶我就装到这个电饭锅胆里了，这样再装到垃圾袋里面它就不容易打了。这个角落的东西应该也是好长时间都没有动过了，也都不要了。这有好多干货，我感觉这有点像地瓜条呢，不知道是地瓜条还是中草药。这几个锅也都不要了，那个最大的是不是一个坛子呀？这个厨房到目前为止就留了一个新的料理锅，其他的全扔出来了，就光台面和地面就扔了这么一大堆。别看外边挺满的，这柜子里的东西还不是很多。这些也都不要了，好多人觉得可能扔的太狠了。粉丝姐说了，大概率阿姨应该是不会回到这个房子住了，
可能等好一点以后，阿姨就会去另一套房子住了，离粉丝姐他们家那可近了，就隔一个红绿灯，到时候能互相有个照应。毕竟现在岁数大了，有个头疼脑热的来回跑，它也不方便，所以这边大部分都是要扔出去的。今天这些东西都老沉了，之前我问过大哥这些东西用不用分开装，他说不用，就是直接往袋子里装，他到时候就拉走了。他就是小区里面专门收垃圾的那个。厨房今天才扔出去了一半，还剩了冰箱和下边柜子里的东西没扔，等明天再扔吧。今天先打扫一下卫生，要不然留着明天一天打扫的话有点太累了。这个厨房的卫生死角还是挺多的，先从上往下，虽然厨房下边挺脏的，但是这个顶还不脏，所以我就用平板托付夹了个毛巾在下面就擦了，这样能省点力。听邻居阿姨说，这个房子装修了得有20多年了，厨房这个吊柜没做到顶，里边这点小缝里边老多油烟了，还拿点油精摸索的给它擦了一遍，看不着但是能感觉出来，只要擦的打滑了它就擦干净了。这个厨房应该也是好多年没打扫过了，隔板上这个油烟还挺厚的，像这种隔板上的好整，喷上油精用抹布一擦就特别干净，根本用不上钢丝球或者是百洁布。我昨天收拾阳台，好多人说应该把那个擦窗户收拾卫生的环节给包出去，我只负责断舍离。一开始粉丝姐姐还真说了，那个阳台还有卫生啥的可以不用整，等都扔完了以后他找人来收拾，是我要求干的。我说我们干这个赛道就是指着打扫卫生代代品挣钱呢，你不让我打扫我还咋挣钱？然后他说哦这么回事，那你就收拾吧，我还想让你少干一点。他昨天看完我视频又去看评论区，然后立马就给我下单了一个背心式的安全绳。我昨天擦阳台的窗户确实是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那个窗户不是平拉的吗？我应该给那个开关关上，这窗户就不会来回动了。我一开始没想起来，就是擦到最后一块玻璃的时候才想起来啊，给这个地方关上，它就不会来回动了。所以最开始擦的那几块玻璃再加上加速，你就感觉好像是来回晃，其实我擦的时候都可慢了，我就害怕它掉下去，所以就特别小心。如果我早一点把那个开关关上，它可能都不会掉了。就是因为我一个手把着窗框不让它动，另一个手去掰那个玻璃擦，没有那么大力气。就是我不管干啥，头几次干的时候肯定得犯点错误，在错误中总结经验，这是我经常干的事儿。这个隔板上全都是油烟，喷上点油精它立马就化了，然后用抹布一擦就行。喷完油精的地方，第一遍擦干净以后，再用干净的湿抹布给它擦2遍，它就没有残留物了。你要是不擦的话，它肯定还会有油精的残留，这样对家具啥的都不好。这个油精喷嘴前面有个小门，打开以后是喷雾状的，关上以后它是喷泡沫的，有够脏的地方喷泡沫的，不太脏的地方就喷雾状的就行。橱窗里面有需要的自己去拍就行。关键大扫除的时候用它真的能轻松挺多。粉丝姐这次给我拿了医院的这种 N95 的口罩，我感觉戴的特别严实，喷油精的时候戴特别合适。我还把它安利给跟我一样拍断舍离的博主了。我看昨天就有人说这个窗户为啥不给它拿下来上卫生间冲一下多得劲儿。一开始我也那么想来的，想给它拿下来刷，但是试了一下它不好拿不下来，再就是这个楼层太高了，我就怕拿的过程中有什么闪失，还不如在上面擦把握呢。厨房这个我也试了一下，也是拿不下来，它这个还小一点，像昨天阳台那个可高了，根本不敢往下拿。这个窗户就太脏了，就跟贴了一个磨砂膜一样，都看不清外面了。你说它得有多少年没擦过了？我在外边喷着油污镜，第一遍用的海绵擦的都不是特别干净，第二遍我又上了钢丝球才给它擦透亮了。如果在家里擦玻璃经常有水印的，最后你用湿抹布擦完以后，再用鱼鳞抹布给它收一下纹就好了。这个也在橱窗里，反正有需要的就自己去找。看看这个玻璃，擦了和没擦简直的差太多了。这个窗户擦完以后终于是透亮了，都能看到对面的窗户了。它这2个楼离得挺近的，厨房虽然是有个窗户，但是一天可能就下午有那么1个多小时能进来阳光吧。
这个纱窗坏了就直接给它撕掉了，等明年夏天再换新的吧。可能这个楼层太高了，平时我也听不到有换纱窗的来，想换也不知道去哪找，所以就先这么放了吧。这个厨房就算是收拾了一半吧，明天再有一天就能完事儿。就把表面的东西清空了，粉丝解说就看得亮堂了不少。之前东西就有点太多了，先简单看个前后对比吧。明天收拾厨房的另一半，争取用2天时间把这个厨房给它收拾出来。